老公带着白月光出游遭遇车祸，却被毁容的白月光起诉巨额赔偿。没什么身家的他让我承担，否则就变成老赖，影响女儿的前途。我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，他精准地抓到了我的软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他通知我到医院探视他，多傲慢，夫妻间为了别的女人分居快半年，突然传讯就是命令。但我还是去了，看人笑话的机会顶难得，不去才吃亏。我在医院楼下买了一把百合花，对着电梯反光通了通短发，拉了拉珠灰色职业套装下摆，精神很好，是个干练都市女性，自觉满意。甫一进病房，一股郁郁的热气就冲上来，我眼睛里忽然放进那么多东西，有点惊愕，居然不住单间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手里那束百合在大红暖水瓶、不锈钢饭盒、撕烂的童书与成人尿不湿之间，吓得洁白脸色都发黄起来。他左右床分别躺一个老头和一个儿童，自己两条腿和左手都打石膏，挂在半空中。床头柜可怜的空空如也，只一个护工靠着墙打瞌睡。我慢慢走过去，他看到我，怎么搞的？我还是有一分余情未了，叫我先开口，就显得他到底有人关心，夫妻一场，不妨给他这个面子。喝了点酒，车飞到路基下面，他一说话，大概牵扯伤口，丝丝吸着冷气。我如酷暑天里饮冰水，从头舒坦到脚，把花放下，那你好好休养，早日康复。他素来有点轻微酗酒，情绪化的，一高兴起来，不管不顾，妻女担惊受怕。终于有天里一次，叫他自讨苦吃。我随即扭身就走。等下，他叫我，费力把脖子扭过来，看定我有重要事情对你讲。我抱手臂讲，他不作声了。忽然想起来，这些年为什么同他冷战不断？这人精明过了头，花钱娶了个老婆来家，总觉着不划算，一定要在你身上看到回报。哪怕今天早晨替你拿双拖鞋，你晚上也非为他拿一次才行。我明白他的打算，他要拿重要信息换单间住，美名曰说话方便。你的感情生活与我无关，我不会为你出钱。我立刻挑明，这件事与圆圆有关。圆圆是我二人独生女儿，我不得不大出血。落后冷笑对他讲，倘若他讲不出子丑寅卯，到期仍不续费，让他在普通病房的尿骚胃中自生自灭。阮舒雅要起诉我，告我违章驾驶致他重伤。狮子大开口，要我赔偿他60万元整形手术费与18万元精神损失费。原来那一晚的车上，他带着白月光，还被白月光起诉，真可笑。但我不得不重视起来。陈志生没有钱，像一个18岁的小毛头去追求爱情。他搬出去前，连金表都捋下来扔给我，更不用提存款、基金与股票，一改往日的精明嘴脸，只为证明他是真爱他，并不是为了他的钱。但今天他被现实狠狠抽了2下嘴巴，打得目眩，半年不见一点利息，人家终于借机发挥。我这个原配错位，变成棒打西厢的老夫人。可惜夫妻名分仍在，法律上少不得要为他掏这78万，不然拒不执行，冠名老赖。圆圆前途无量变前途无量。我沉默下来。圆圆理想是做法官，12岁半，已经积极关注各类社会新闻及后续判决。做母亲的不能推她一把，也至少不能做门前大山。
陈志生把烫手山芋丢出来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居然有心思笑。他说：“媚人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。”我听了起鸡皮疙瘩。我全名苏仁媚，亲近的人常昵称我媚人，带点话音，比人媚顺口。他如今还这样叫，我一阵恶寒，想打断他硕果仅存的右手，闭闭眼睛，到底问他阮淑雅住哪间医院。我当然不会立刻就跑去。做生意最怕给人家知道你急，一知道就吃定你，漫天要价，非急出你一头的汗来。我要先陪圆圆吃个中饭，到他学校接他出来。我心里不是不乱，有多种可能。他终于受不了他身无分文，不过借此机会假翻脸，真要钱，好叫他们舒舒服服的双宿双飞。不然也可能是他自觉青春短暂，尚未无望，决心拿一笔钱另谋出路。做人应当快刀斩乱麻，但我不能离婚。人做少女时，把一切事都想得容易，真正长大了，才知道身不由己。两个人财产纠缠不清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好似人的两条腿，竖着劈开一半，便单腿残疾，谁都站不稳。况且圆圆要出国升学，有许多文件需要父母双方配合，倘若离婚，多给他增添一层障碍。做大人辛苦如做一只暖水瓶，肚子里沸水烫着心肝脾肺，连一点热气都不许冒出来，拿个塞子把苦楚都堵在里头，留给小孩的只能是云淡风轻的壳子。圆圆从学校里跑出来，冲进我怀里，她很高兴，鬓角汗湿，一把抱住我。妈妈，我心里柔软地动了动。一个人一生中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句魔咒，从此叫另一人为你死心塌地，赴汤蹈火。我注视他，伸手把他额头的碎发别在耳后，他像小动物一样，用小脑袋蹭了蹭我的手心，痒痒的。快1.7米的个子，看起来完全是个大人，可心里还是那个依赖妈妈的小女孩。做母亲最宁静的一点享受。我带她去吃洋快餐，给她叫汉堡、薯条、炸鸡蛋挞，自己吃一份蔬菜沙拉，喝无糖柠檬红茶。这样自虐的烦恼也只属于大人。席间斟酌对她讲，爸爸出了一点意外。她面色如常，继续大嚼热腾腾薯条。怎么了？那一刻我心底耻笑陈志生，为人失败，在妻女心里比不过一只马铃薯。爸爸开车撞到路边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骨折住院，要受点罪。那就好。小小人儿一转脸就开始对我讲他自己的事。今天老师讲了新课，提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同学都答不上来，只有我会，还上黑板做演示，很较劲的。他等我夸奖。我笑着亲亲他的额角。在每个人的心中，自己都最重要。从某些程度来讲，圆圆当真是他亲生女儿，一样的冷血无情。但做母亲的很乐意见到女儿如此刀枪不入，哪怕有一日她把我当烂包袱丢到大街上，只要她过得好。我向学校交还圆圆，又向工作告假，求老板给一个假释机会。老板在电话那头沉吟：小苏，你手头案子复杂又急，我不给你假又太不近人情。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，主攻家庭婚姻民事纠纷，表面光鲜，其实自己后院起火。交给小张顶一下。我说，小张是我助理，能力不差，但考运坎坷，至今没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，已经5年。今年考过1科，明年第2科挂掉，后年再考过1科，大后年就有人运气这样差。老板勉强同意，但叮嘱我尽快解决。
我放下手机，叹口气。做当代女性实在辛苦，几乎博古通今，要像古代女人会持家，会处理通房小妾外事，还要上市搏杀，还有个稚嫩幼儿全心全意依赖你，恨不得批你成11份，独自踢一个足球队。我看看表，下午2点半钟，可以驱车前去会一会阮舒雅。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他比陈志生伤得更重。有研究数据表明，突发情况时，副驾驶最危险，因着司机下意识会保护自己，往往用力左打方向盘，把副驾挡在身前。陈志生无事上琢磨如何捅人刀子，何况生死关头。他半张脸都包裹着纱布。你好，我对他说。他一只眼看着我，大概视力也受影响，有点茫然，眨了眨，又看定我。我自我介绍，我是陈志生的爱人，来这里没有别的意思，阮小姐安心养伤，我跟她早就完了，等她出院，我就会和她离婚。一个人如果只露出半张脸，你是看不出他的想法的。我继续说，阮小姐索赔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按照我的建议，起诉她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。她离婚后可以分走家里1半财产，远远高于阮小姐想要的数目，所以我希望阮小姐先不要急着起诉她。她警惕地盯着我，我笑一笑。我知道这样讲很不正常，但说实话，我在乎的并不是钱，我不会在意他拿走多少，我会尽可能的给他，因为我是一个母亲，我要的只有我孩子的前途，我不希望他有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父亲。在这个角度上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轻轻为他掖了掖被角，我会尽力促成这一切，但后面能拿到多少，是阮小姐你的本事。她疲倦地闭了一会眼睛，终于开口：我同意，但在我出院以后，声音沙哑如掺了沙粒。在你出院之后，假如我还没有离婚，你可以尽管去起诉。微妙的，我们达成一致。男人有时候过分高估自己，觉得一身臭肉比唐僧肉还香，在外头泥坑里打个滚，回来老婆依旧不肯撒手。但事实上是，家里与外面都没有人是看中他这个人。他此刻大概高枕无忧，还以为我会拉住他不放，来与阮舒雅唇枪舌战的压架。我几时做那样跌份的事情？刚一出病房，小张又打来电话。我好似一个不倒翁，谁都要来拉我一手，还不许我到。苏姐，当事人拿来了离婚协议，上面只写的双方没有共同财产，还是这么毛躁。我斥他，共同财产是有法律定义的，难道他们写没有就没有了吗？许多夫妻都这样，不愿意说得太清楚，显得太无情太冷酷，大家一笔抹过，私下里分个差不多就罢。结果到最后还是为了这些东西上法院，那一点遮羞布连脸都盖不住。是，小张连声应道，又忍不住问我，苏姐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需不需要帮忙？一点体贴，居然来自经常被骂得狗血淋头的下级。我几乎要深深叹气，禁不住声音放柔。工作麻烦你已经不好意思，我自己的事就更不好麻烦你了。没关系的。他脱口而出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需不需要帮你接圆圆放学？我愣住，一般的客套该在上一句戛然而止。你知情，我识趣，谦让一番，彼此都有面子，而不需要付出什么，惠而不费。但他似乎十分真心。圆圆有保姆接，多谢。这样，他似乎有点失落。我难免不多想，但一刹那又笑自己神经过敏，过分自恋，被陈志生传染上这致命毛病。
一个律师总是有用的，难免人家是有事相求，才这样殷勤。我深陷感情纠葛里，看谁都带桃色。要知道，小张小我8岁，还能想起他刚到事务所时，一张白纸般的学生面孔，刚闯入成人世界，努力过头，整日西装革履，像偷穿大人的衣服。但尽职尽责，酒桌上连白酒都替我挡下，勇猛无匹，一口吸干。可惜力不从心，不一会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只2只眼睛亮晶晶瞅着你，十分可爱。我倒也不是坚持男大女的老顽固，只是他甫一毕业就招来做我助手，像养育婴儿，从牙牙学语点点滴滴地拉扯大，几乎产生母性，因此断绝暧昧可能。晚上看圆圆做好作业，我又拿提包，妈妈去哪？去看看你爸。他脸上露出一点异样神色，兼有抠手指、扭衣角的小动作。啊，到底是血脉相连的父女，要来吗？我问他。我不做那种要小孩也同仇敌忾的事情。那个女人也在吗？恨她就恨在那样不加掩饰，丝毫不给我留颜面，给我女儿也造成了被抛弃的阴影。她也伤得很重，另外住院，不和爸爸在一起。我把她散乱头发别到耳后去，温柔道：妈妈带你去。她很高兴，果然白日里有伪装成分。离异家庭的小孩子会多可怜，记挂着一个，又不敢叫这一个知道，否则立刻叫监护人觉着被叛徒出卖。但他有什么错呢？他是我2人亲手捏制的一个小人儿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他也曾在2双手臂里安睡，想起来多么感慨。圆圆5岁时，在睡梦中突然高烧，那时候一家3口，口袋里只摆10块现金，更不提代步车辆。我抱着他向医院跋涉，打不到出租车，天寒地冻，汗水流到我眼睛里。陈志生那时给人打零工，值夜班，但得信后匆匆就赶了过来。风雪交加里，从我手里接过圆圆，把脸偎紧了他的滚烫小脸，喃喃道：爸爸来救你了，爸爸来救你了。有力的，可靠的，及时送医，挂上水。圆圆天明前即退了烧，安静睡下。一只手握在妈妈手里，一只手握在爸爸手里。一转眼，人心骤变。或许非要患难才能共行。路上圆圆问我：你会和爸爸离婚吗？我望着路沉默。前面有许多车，白色、黑色、灰色、红色都在飞驰。我忽地又想到他出事那一晚，待白月光出街，必然志得意满至极，车子开得飞快，如乘风飘飘，不知所以然。2人的手在中央握紧，我忽然泄愤似的按喇叭，但声音很平静：不会的，圆圆，妈妈不会和爸爸离婚的。真的吗？他也知道这样要求多过分，这一代已不流行父母为儿女牺牲是天职理念。可我又如何苛责他？是我一厢情愿，渴望一个小小身体依恋躺在我怀中，才把他带到这莫测人间，受百般烦恼缠身。他从小脾气很差，学走路被自己绊倒，学吃饭把热粥倒满自己一脸，不会说话的时候急着要妈妈明白他的意思，啊啊啊叫着，妈妈依旧一头雾水。种种此类情形，往往气得眼圈通红。他并不怎么嚎啕，但你看得懂，他那么小一张脸上居然布满怒气，为年幼生命中的种种不顺意。这种时候，隐隐觉得亏欠他。分明人生这样辛苦，偏偏要造出另一个受苦的灵魂来。我心里一阵悸动，紧紧握住他稚嫩的小手，肯定道：是的，妈妈不会离婚。圆圆，
你不知道，妈妈在做你妈妈后，必然把心割一半给你。只要你快乐，另一半心粉碎也无妨。后来我也这样对陈志生说，板着脸，等你好了，不要再出去鬼混了，回家来住，家里需要你。是，他诺诺。到这时候你才知道谁对你一颗真心，除了你的闺女和老婆，谁记挂你？他陪笑，用没伤的手拉我衣角，一下一下的晃。从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同他做了15年夫妻，并不是一丝好处都没有的。起初也因为恋爱在一起，我年轻，他也年轻，爱的热烈深沉，才甘心相互束缚，度过很多艰难时光。他投资失败，我被老板开除，失业1年半，2个人每天分食1个鸡蛋补充营养，睡觉仍相拥。后来他变得小肚鸡肠，或者是爱意褪色，觉得蚀本，那样的日子居然一去不复返。他看见我的眼泪，忽然也不再用嬉皮笑脸掩饰自己的过错了。对不起，我别过头去，抹一抹脸，故作坚强，嗤笑道：算了吧。学校要家长给孩子联名写信，增进亲子关系。你这个样子，不指望你写，你先把名字签上，回去我补吧。拿出一张 A4 号白纸，指着底端，他不疑有他，拿过去颤颤巍巍署上大名。我心里忽然空了一下。我先走了，圆圆还在家里。走一走又回头，家里新换了广东阿姨，叫她煮了汤，你尝尝。她已打开保温桶，嗅一嗅，鸡酒汤，有酒，要紧吗？一点米酒算什么酒？她嘴巴大概已刮出清水来，立刻取了调羹，虽然甜甜的，依旧是汤，但聊胜于无。车里居然有人等我，是个年轻男人，相貌很清秀，穿得中规中矩。我叫他小张，他只是笑。怎么样？离婚协议书已送达阮小姐处，并大张旗鼓，叫他亲友都知道，陈太太已放弃陈先生，并拟定极公平协议。在分身乏术之际，只有这小助手带点蠢气，肯替上司私事奔波。我假公济私，有点可耻，但已达目的，感激道：多谢你，能为你做点事，我才该多谢你。再迟钝的女人也该明白这话里的意思。这告白来的十分不是时候，偏偏他这时候鼓足勇气。毕业5年，依旧这样一张学生面孔，这样亮晶晶一双眼睛看着你，几乎要把我含在眼睛里。我叹口气，无可奈何。小张，我有圆圆。他耸肩，我喜欢女孩。不，你不明白。我在后视镜中望见自己的脸，35岁了，不算很年轻，虽然保养得当，皮肤比穷困潦倒的年轻女孩更好，但眼睛里有说不出的沧桑。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心情和别人玩卿卿我我的恋爱把戏，但要结婚，我不会再生孩子。圆圆是我今生的唯一，她已没有父爱，不能再平分母亲，任何机会都没有，任何机会都没有。我斩钉截铁。他的头颓然低下去，许久才讲：我多羡慕陈先生。我深深注视他，你不该。他忽然抱住我，我浑身僵住，我背叛了。这时候想到的不是陈志生，而是圆圆，但不想推开。渐渐觉出他臂膀有力，胸膛宽阔来。记忆作祟，总叫我把他当学童。无知无觉间，他已是个成熟男性。做母亲的人也是人，被他触碰的肌肤如过电一般轻轻发麻，一直传到心尖上。这样的多事之秋，我精疲力尽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此刻有人疼惜，只觉着鼻子发酸，眼泪如开闸一般向下落。小张大着胆子吻我头发，
诱惑道：“你已经足够辛苦，来，不要太逼迫自己，我们去喝一杯。”简直像听到海上女妖的歌声，我几乎要点头。手机忽然大吵大闹，打破暧昧氛围。我一接起来，听见里面气喘但冷静的声音：“苏女士，请您立刻到医院来。”幸而我根本没有离开，立刻推开车门，拔腿跑上楼梯。陈志生的病房里挤满了医生护士，有白大褂趴在床上，用力按压他胸部，试图使心脏复跳。用力之大，让他看起来像个橡皮人，我疑心他内脏会从口中吐出来。又开动我不认识的仪器，像两柄熨斗，合时一擦，向他胸前按去。他整个人被电离病床，濒死大鱼一般，弹跳一下又落下去。他的咽喉处已被切开插管，血淋淋。我分明是他最亲近的人，这一刻却是最格格不入。我看得心惊，双腿发软，一双手臂有力地扶住我。我眼前雾蒙蒙发灰，金星乱转，心电图仍执意不改，一条直线，冷冷报警，抢救事实上不过尽人道主义。终于到头，已经不需要有人通知我。医生已经耗尽体力，额头流汗，极疲惫，但仍哀悯地望我一眼。工作失败，他一蹶不甘心。有人推搡我走进那间病房，如今已是他临时的停尸间。护士正除去他身上的种种仪器、针水、管道。我看了一眼他的仪容，浑身发抖。不到20分钟，我离开，他已经面目扭曲，脸色惨白，嘴唇深紫，双目空洞圆睁着，生前一定遭受极大痛苦。挣扎间，手指居然生插入床褥里。谁让你们给病人喝酒汤的？护士斥道。他今天换药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嘴唇哆嗦着。他没说，他说不要紧，那一罐鸡酒汤已经被他喝干，桶里仍散发鸡汤和甜甜的米酒香味。他带着医疗垃圾出去了。我慢慢坐到地上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听不见声音，做梦一样。说不恨他是假话，但来得这么快。一个人的生要10个月打地基，20年蓄力，然后才如蝉一样到阳光下求偶、生活、抚育后代，光鲜20年，然后灰败，苟延残喘20年，死却这样山崩海啸。我忽然不敢看他，连这间屋子都不敢待，只觉得森森有鬼气，手脚并用，失尽姿态地往外逃。好容易在走廊上站直身子，又剧烈呕吐起来，胃里翻个朝天，十分痛苦。恍惚听着有人在远处叫我，我被人用力抱住。一个年轻男孩子，很高大，手臂很有力。我好一会才认清小张的脸，他也脸色惨白，大概做了亏心事，怕鬼来敲门，但仍肯让我依靠。他说：“想想圆圆，虽然我知道这很难，但你必须坚强一点。”我渐渐恢复神智，喃喃道：“是的，圆圆，我可怜的，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圆圆。我虽然不幸，但曾经拥有极幸福的童年。那时候做父母的更敬业一些，为了子女，肯将性命付之一炬，纵然死了，魂魄都还要出来保佑他们。比起他们，我常为自己仍保留一点寻常人性有愧。我嚎啕大哭，路过的人连眼神都吝啬给我一个。盖因医院里最不缺的就是种种死别，任凭父母子女、亲密爱侣，到此今生缘尽。也有人凑上来，我们有全套寿衣，趁人还软，抓紧时间穿戴。死的生意，小张替我打发，不用。我把脸埋在他肩膀，但他轻轻扶我起来，注视我一塌糊涂的面庞。
每死者为大。他不再以官称呼我。我仍抽噎，哭有惯性，请你帮忙。他不久入殓，有些人总要来见，我替不了你。我心如刀绞，我怎么对圆圆说？人世无常，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体会，这样残忍的事，以后还有很多，不得不慢慢学习。小张忽然很可靠，成熟且温厚。我定一定神。是，请你在这里留一会，我去接他。圆圆痛哭好久，醒来躺着正望一会天花板，她眼泪又开闸。我把早饭端到床上，支起小桌板，命她起来吃饭。我吃不下，她忽然又大哭起来。我沉默地看她，轻轻拍她的后背。她一把甩下我的手，眼睛红红的怒视我。你一点都不难过，你现在很开心了是不是？我忽然受到严重指控，但我原谅他。灾难来的无缘无故，没有办法找罪魁祸首兴师问罪，年轻人又不肯认命中注定，不得不找一个口子发泄愤怒。良久我说，你要我怎么样呢？他知道自己迁怒，低着头不讲话，被子上滴滴答答出现圆形的眼泪痕。我起身要走，他猛地扑过来，抱住我腰，大哭：妈妈，我错了。不，圆圆，你没有错。一个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不会错。我注视着他乌黑的发旋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头发就很多，生长很好，不似一般小孩子的胎毛，柔细发黄，贴在头皮。护士看了笑道：这孩子脾气硬。陈志生那时候很得意，说随我。其实10成10像阻我。我有多坚硬？我抚摸他的肩背。妈妈收到律师函，今天要处理一点事情。律师收律师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对方当事人是阮舒雅。葬礼那天我已见过她，奇迹般的，她一张秀丽面孔恢复良好，几乎看不出曾遭撞击摧残，不知花费多大价钱整形。但万幸中的不幸，她手臂不能复原，一节骨头粉碎，不能修复，左臂比右臂短2寸，静静站着还好，与人觥筹交错，立刻原形毕露，花费巨大，不甘心自负盈亏，幸好还有我这个未亡人可以追溯。但我只笑一笑。对方律师姓徐。我说，徐律师，我非常同情阮小姐的遭遇，也认为这笔费用理所应当该陈志生承担，他毕竟是肇事者，于情于法都有这个义务。他静静看着我，因为此类话语下面通常有个但是。但是我俗套讲，但是我与圆圆均放弃陈志生的遗产继承，大家都是做法律工作的，你应当清楚，不继承遗产的人亦不负担债务。他愕然不甘心，追问我，你2人有房有车有钱，难道宁愿上缴国家，也不愿意拿回一部分？不，我微笑起来。陈志生名下并无任何财产，我2人早已公证婚内财产。他光身子去追求爱情，所以何来遗产？至于他若有留在阮小姐处贵重物品，我不做追讨。徐律师脸色青了又红。有公证文书，我配合任何鉴定。我把文件推过去，说得干脆。当然，因我知道当代技术还无力分辨签名究竟来自几个月前还是近几天。签名当然100%保真。他在病床上签署，然后由我装帧至几个月前就做好的文书里。公证处里有多年好友配合，违规行事。当事人其一未到现场，就盖上大印，登记至计算机系统。总归如今死无对证，无可畏惧。婚内约定不能对抗第3人。
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。我轻飘飘把他打回去，掉书袋未免稚嫩。法律往往就是这样，不管多么复杂、多么混乱的关系，只要具备了某样条件，立刻如快刀一斩，戛然而止。姓徐的律师铩羽而归，阮舒雅已丧失胜诉机会。他太年轻，不记得一句俗语：落袋为安。凡是金钱不真真切切拿到手里，总有意想不到的可能，灰飞烟灭。他输在轻信，被我的假动作搞得眼花缭乱，居然乖乖等待。或者没想到我有这样魄力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站起来，把公证书锁进文件柜。圆圆跑进来：“妈妈，怎么了？”她忽然扭捏：“就是叫你。”我极温柔地注视她，向她张开手臂。这般大姑娘一下扑进我怀里，沉甸甸，热乎乎，我不由自己热泪盈眶。想起她刚出世的时候，只成人2只手掌大，一张枕巾做被子就盖得严严实实，头顶还是软的，随着呼吸轻轻翕动，脖子手脚也无力。我同陈志生面面相觑，不敢抱他。每天晚上我都忍不住摸一摸他的鼻息，怕这脆弱小生命离我而去。母乳到6个月，对职业女性来说是至大的负担，不能带孩子去工作，只得1天3次往家跑，喂他1次，并抓紧时间吸出1顿母乳。再大些，又防人贩子，防老师不辞，防男性有非分之想，简直不知道怎样把他养得这样大的，像做梦。付出越多，便越爱他，眼里揉不下一颗沙子，不肯叫自己10年青春白白抛入水中。我用力抱住了圆圆：“妈妈爱你。”我听见自己喃喃道：“真的，妈妈永远爱你。”只是有时候，大人会替小孩子做些重要决定，因着他太小，太重情，太长痛不如短痛。圆圆，请你相信妈妈。妈妈并不是没有爱过他，也并不是铁血无情人。当我最绝望时，也从未想过置他于死地。只是他不该动属于你的东西。阿姨煮汤的时候，我叫他麻烦接一下圆圆，这边我看着就好。汤里多撒下2匙糖和香油，遮盖味道。拧开一瓶高度数的白酒，我倒下去后，心跳如肋骨。怕他喝，怕他不喝，怕他死，怕他不死。他没注意，我触碰他的手冷冰冰的，手心全是汗水。他一生就是看不到许多细节。命运最终一锤定音的时候，我也心痛如凌迟。我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头发，他有点羞涩。刚刚同妈妈吵过架，为的是一个叛徒，不好意思把道歉讲出口，但夜已后悔。我深谙这丫头心里的一丝一想，十分熨贴。我们去吃饭好吗？天下母亲的求和方式。好。黑亮的圆圆眷恋的眼睛。我把手机带在身上，屏幕亮一下，收到消息。我专心开车，没有查看。老板在微信中质问我，开掉小张，他做错事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过一会我会回复他的。大概是我认为我需要一个水平高一点的助手，至少通过司法考试，带起来也有前途一点。真真无妄之灾，他没有错。爱一个人有什么错呢？他那样年轻，那样热心，那样肯付出，他只是不该动摇我的一颗心。这颗心从此只能是一颗母亲的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